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一科技站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充电宝或充电器上经常印着五花八门的标志，比如这个小房子或者这个回字形，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不只是充电宝或充电器，许多电子产品或配件上也印有类似的标志。这类标志代表产品通过了某项认证，或者说明它的使用条件有限制。不同地区销售的产品标志也各不相同，而这些标志可不是装饰。它们有时候甚至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出行，比如这个3C 标志。根据中国民航局最新规定，从2025年6月28日起，外壳上没有3C 标志的充电宝将禁止带上中国境内的航班。那是不是没有3C 标志的充电宝就是不合格产品呢？其实不一定。比如这款在英国销售的正规品牌充电宝，它就没有3C 标志。那么这些图标到底代表什么呢？它们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出行和设备使用安全的呢？今天这期影片，我们就来详细聊聊产品图标背后的含义。外壳上印刷的图标主要分为2类，一类是认证类标志，另一类是警示说明类标志。我们先来看认证类标志。品牌商如果希望产品能够在某个地区上市销售，就需要按照当地的法律法规，将产品样品送往权威机构进行合规检测。这些测试通常涉及4个方面：安全性、电磁兼容性、能效和环保。通过测试后才可以获得相应的认证。我们首先来了解前2类，安全认证和电磁兼容认证。安全认证的目的是确保产品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，比如防止漏电、起火或爆炸等问题。电磁兼容认证也叫 EMC 认证，它关注产品在预期的电磁环境中能否正常工作，同时保证它不会发出过量的电磁干扰，影响其他的设备工作。用通俗的话来说，安全认证关心的是产品会不会伤人，而电磁兼容认证关心的是产品会不会造成干扰。比如你正在观看有线电视，家人在旁边打开一个未经过 EMC 认证的智能产品，结果家里的电视突然雪花屏了，这就说明电磁兼容没做好。这2类认证在许多国家是由同一个体系来评估的。在中国大陆，电子产品上常见的3C 标志就包含了安全和电磁兼容2个方面。产品通过了3C 认证，意味着它符合国家标准，能够大大降低使用中的安全风险。因此，民航局才会制定新规，要求境内航班不能携带未经3C 认证的充电宝。在欧盟市场，产品通常会印有 CE 标志。和3C 一样， CE 认证也是一种强制性认证，没有 CE 标志的产品无法在欧盟合法销售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英国脱欧后，政府针对进入本国市场的产品制定了新的强制认证标准 UKCA 认证，用于取代原本适用于欧盟的 CE 认证。现在，如果一款产品要同时进入欧盟和英国市场，就需要获得 CE 和 UKCA 双重认证。此外，像台湾的 BSMI 认证以及韩国的 KC 认证也分别代表当地的安全与电磁兼容规范。上述各地的认证都同时涵盖安全与电磁兼容2方面，而在北美情况略有不同，安全认证和电磁兼容认证往往是分开的。在美国，安全认证通常采用 UL 标志，由美国保险商实验室颁布。不过 UL 认证并不是联邦层面的强制要求，是否强制执行由各州自行决定，因此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。相比之下，电磁兼容认证采用的是代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 FCC 认证标志，这项认证是联邦层面的强制要求，美国全境范围内的电子产品都必须符合 FCC 的电磁兼容标准。在加拿大，安全认证主要依据由加拿大标准协会制定的 CSA 标准，通过认证的设备会印刷 CSA 标志。电磁兼容认证由加拿大工业部负责，认证后的设备将获得认证编号。由于美加2国在电子产品贸易方面联系密切，二者的认证体系逐渐形成一定程度的互认机制。例如 UL 或 CSA 认证上如果印有 C 和 US， 说明该产品在2国均符合认证要求。我们在影片开头提到的那个回字形标志也属于安全认证标志，而且是国际通用的，它代表产品通过了双重绝缘设计认证。具体来说，双重绝缘是指产品的带电部件除了基本的绝缘层外，还额外添加了一层独立的绝缘保护。这2层绝缘保护在结构上是物理隔离的，
即使其中一层失效，另一层也能继续提供有效保护，从而避免触电风险。带有这个回字形标志的电源适配器通常为两角插头，没有地线，这是因为经过双重绝缘处理的设备，在设计上不依赖接地保护，也能保障使用安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能效认证。我们观察这个充电器，可以看到上面印有一个 VI 小标志，这是由美国能源部制定的6级能效标志，简称 DOE6。这一等级要求产品在空载状态下功耗不超过 0.1 瓦，而且平均能效需达到或超过 87%。也就是说，即使设备在待机状态下，也要尽可能的节能。除了 DOE 能效标志，不同地区也有各自的能效认证体系。例如，欧盟采用的是 ERP 能效认证，中国是 CECP 认证。它们同样会对电子产品的能效水平进行分级。美国 DOE 的能效等级是数字越大能效越高，而中国的 CECP 则是数字越小能效越高。接着我们来看环保认证。首先来看这个双箭头的数字10标志，它表示在10年内该电子产品中的有害物质不会外泄。这个标志是中国特有的环保标志，来源于2016年实施的《电子电器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》。根据该规定，凡进入中国市场的相关产品，必须在外壳上标注此标志，来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环保使用年限。而在其他地区，环保相关法规的要求有所不同，如欧盟或美国，他们通常只要求产品在说明书中标注有害物质的含量。我们再来看一个常见的标志，3个箭头的锂离子标志，这是国际通用的锂电池回收标志，用来提醒用户该产品在废弃时需要分类处理，不可以随意丢弃，以免污染环境。这个标志本身并非全球强制性的，厂商是否标注要根据产品投放地区的法规要求而定。与其作用类似的是这个打叉的垃圾桶图标，它是欧盟的 WEEE 标志，即废弃电子电器设备回收标志。该图标表示产品不能与生活垃圾一起丢弃，必须送至指定回收设施，以便进行环保回收和再利用。WEEE 标志在欧盟是强制性的，用于推动电子产品的可持续回收利用。说完了常见的认证类标志，最后我们来认识几个警示说明类标志。首先是这个小房子，它表示该设备只能在室内使用，不能在室外，尤其是可能遭遇雨水的环境中使用。接着是这个热浪标志，它常见于一些大功率的电源适配器，用于警示用户设备表面可能出现高温，需要注意避免烫伤。最后这2个标志用于限定设备的使用环境，左图表示该设备使用时的海拔高度应限制在2000米以下，右图则表示该设备不适用于热带地区使用。以上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产品标志，弄清楚它们的含义，有助于我们更安全、更安心地使用各种电子产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图标释义，我整理了一份更详细的图文版介绍，放在本站的官方博客上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链接查看。感谢大家观看这支影片，如果对您有所帮助，欢迎点赞转发，别忘记订阅第一科技站，不错过更多科技资讯和实用技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